好，给大家拆一下这个绿联 NAS 啊，然后跟我的极空间 Z4 Pro， 然后做一个对比。我不知道这个视角怎么样啊？跟我的极空间 Z4 Pro 做个对比。这个 NAS 呢，之前在发布的时候就已经很关注了，但是后面大家如果关注过绿联新系统啊，还有绿联新产品的人，应该都清楚，它这个 NAS 是发布之期是出了很多问题的。最经典的就是第一，系统有点半成品；第二呢，就是它的那个散热啊有点差，所以导致后面大批量的就是退货之类的。所以说，这个 NAS 有点重啊，不好拆出来。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这个东西这怎么用啊？这个 NAS 这个包装都已经烂成这样了，这包装烂了，它把我的封了起来，那我肯定是接受不了吧？都烂成这样了，我现在才发现，家人们看到没有？他故意把这个东西贴在这里，看到没？它这里烂掉了。哇，京东的包装是真差，现在京东物流是真差，你看这里烂掉了，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里面都是烂的，然后它外面用一个东西给它包了起来，它外面用这个东西，外面用这个给它，哎呦服了，外面用这个给它包了起来，你知道吗？这里给包了起来，哎，我是真的服了，我就说他妈的一打开就这样，好，东跟我玩这些，我把东子当兄弟，东子把我的真他妈当普信男了，我操！好，东子，我记住了，东子。这个啊，还好开了箱，那刚好漏了出去一点，还好开了箱，牛逼。好，先不管那么多，晚点看一下，不行就直接给他换货了。妈的，京东是真有意思啊！好，先不管这么多。这是它的外包装简简单单，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些防冲的、反冲的那个泡沫。好，这是它本体出来了，本体。这个应该就是它的配件包，这个就是它配件包。极空间的结构啊、颜色啊都差不多，其实，好，跟极空间的结构跟颜色都差不多。然后呢，这是拆了啊，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受损。这是绿联，这是它的磁吸盒子。昨天我是去绿联线下的实体店看了一下的，感觉还是不错啊。然后呢，它显示25号发货，但是今天就已经发了啊。好，这就是绿联的 DXP4800，然后这是它的配件盒，然后先把配件盒里面的螺丝刀给拿出来。这是它的配件盒，大家看到了啊。配件盒，这里是它一个隔开的。这个呢，这个应该是它的螺丝刀，这一包应该是它的螺丝刀。这一包的话，这个应该就是散热垫片，固态的散热垫片。对，固态的散热垫片很厚实啊，差不多有个0.5厘米了，感觉差不多0.5厘米。先把这个盒子拿掉，盒子说明书、保修卡是这样子内嵌到这里的，我把它拿出来。好，盒子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就这样。也就是说，一张保修卡，一本纸质说明书，然后这里是螺丝那些配件，这2个很大的固态硬盘的散热垫片，
然后这里呢就是网线，这个应该是网线，或者是 USB-C 线。对，这是2根网线，因为它是有2个2.5G 网口，所以它是2根网线。我忘了极空间是多少，极空间好像是1根。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哦，这个是钥匙锁孔，就是它这个跟群晖的一样，它是可以钥匙上锁的。你看这样是一个解锁状态，这个一按就开。然后呢，这样，然后呢，这个就是不要插太大力，这样就锁住了，就按不开了，所以就拔不出来了。家里有小孩的时候会比较好用。然后这样放开，哎，又可以了。所以说这个还是很好的，极空间是没有这个的。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外置的电源，这是外置的电源，对，也还行。它的规格呢是2安，这里是12伏10安，12伏10安，120瓦的，够了，4个盘，再加2个固态，再加N100那些，完全够。好，目前这里呢就是它的那个电源线就不给大家看了。目前呢就是这么多东西，把它放到旁边配件盒里面去，放回去。因为现在是做一个简单的开箱，然后其他东西就都用不上的前提下呢，我们就只保留它的螺丝刀。昨天在线下试过它螺丝刀还是挺好用的，然后把它摆这里。这个说明书这些都先不看了。好，这是它的螺丝刀。里面还有很多个螺丝啊，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有很多的螺丝，就大家拆的时候还是小心点，别等下螺丝全掉了。好，把这个螺丝先都放回去先，这应该有固态硬盘的这螺丝了。然后这就是一个这个，现在呢大概把它包装那些都拆完了，我把极空间拉出来溜溜。这是它的磁吸散热，磁吸的那个后盖网孔防尘网，绿联UGREEN。好，我把它老对手拿过来。好，这是它老对手啊，2个人也是相爱相杀。然后呢，这样子就是极空间的完整体。这里是绿联的完整体，这里是极空间的完整体。大家可以看到这2个东西在外观的区别上，还是正面的区别上，还是有一点点大啊。最重要的最经典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呢，它这里是没有前面板的，它这里没有前面板，它直接就是硬盘盒。这个还搬不进去，它这个做工，昨天的做工比这个好多了。你看它这里还有点卡，这里。这就是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它前面有一个这个极空间前面有一个面板，磁吸面板。它有个磁吸面板，这导致什么呢？这导致它第一就是散热不好，因为你磁吸面板，你虽然说这里是一个缺口但是你也就只有这么点地方，相当于只有一个大的，然后2个小的，2个大的，2个小的，才能够这一点点空间作为它的一个通风口。那这里呢又有整片天地，所以说我觉得前面板来讲肯定是绿联的会好很多听我的是好很多。为什么呢？还有一个大家再看这里，这是极空间的 USB 2.0 口，3.0 口，这个是绿联的 USB 3.0 口。如果你要外接硬盘、U 盘或者是任何其他的设备，比如说我这个就是接硬盘的接相机的存储卡的，我把它这样插上去，请问怎么盖、怎么磁、怎么吸？没用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东西我常年是不用的，这个东西常年是没人用的，很多人都已经不见了，或者直接改。第二个点呢，就在于它这个面板导致它这边要凸出来，导致它这边一定要凸出来才能够对
才能够形成一个和谐，这边要凸出来。那凸出来呢，看到没？这里凸出来，它就形成了一个包围，东西类似于往里面塞。大家知道 mega 吗？我觉得这方面说太多就不礼貌啊。因为当然我自己是不在意这个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像这个，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属于设计的一个考虑不周全的地方。不管怎么样，它功能性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它这里是有冲突的，功能性是绝对不行的。然后看一下他们的开机，然后这个呢是他们的是绿联的开机，然后这是4个指示灯，这里是 M2 的，看一下，对，这里是网口的指示灯，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里是网口的指示灯，这里，不好看清楚。这是网口的，左边是网口，然后硬盘1、硬盘2、硬盘3、硬盘4，就是这么4个指示灯。然后呢，极空间呢在哪里呢？极空间在后面，在侧边，它的开机按钮跟那个都在侧边，看到没？这里1、2、3、4 ，Your this space, your memory, this pro， 然后这里是它的开机按钮。它其实它这个腰线是挺性感、挺好看的，这个设计是挺好的，但是它这边凸出来确确实实不好看，认认真真的话是不好的，好吧？然后这是它正面，然后呢，绿联的侧面是没有任何线条了，绿联侧面就是一个很普普通通的方方正正的，然后到他们的背面，就是到他们背面哦，它正面还有一个地方没讲完，就是可能就是我真真正正的想要买它的，想要换成它的一个原因之一了，正面。大家看到没有？这个是 SD 卡槽，这个是 SD 卡槽。然后呢，我记得绿联是有宣传那个备份的 USB 备份的，那这就，这本来这是我的工具，因为本来我是用它拍的，但是呢，我好多相片东西都没有备份上去，你知道吗？我好多东西都没有备份上去，我的相机里面好多拍的视频都没有备份上去，所以导致我现在内存卡满了，所以我就没有用这个拍了。我有2张内存卡，其实都满了，我就没有用这个拍了。那为什么呢？是因为极空间。为什么呢？是因为极空间它没有 USB copy 的套件，已经呼吁了好几个月了。我一买这个我就呼吁它没有。那这就导致什么？这就导致我插上，我只有能这样手动的插上去之后，然后再去手动的去进行备份。那人就是这样子的，没有自动化的东西就是会忘。所以大家为什么要带自动门锁，车要 auto hold 对吧？自动 P 档，就是这都是原因之一。或者说句经典的，或者说句有意思的，慵懒、欲望、懒惰、省事，就是人类很多地方的一个进步史。为什么想买 NAS？ 想要备份的简单，想要一些服务自动化跑起来，这就是自动化的意义，但是它没有。那绿联有个自带一个，看到没？它这里自带，我就可以直接插进去，听到没？很舒服，很舒服，我很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东西。我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常年的备份，我可以直接插进去。因为我还没用过它的系统啊，我不知道它的 USB copy 那个套件能不能用，然后它的功能符不符合我的需求，但它有这个东西，然后它也没有磁吸面板，所以它很舒服。好，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再看一下它正面，因为我这个右边我是没有硬盘的，拉出来，他们拉出来其实都挺舒服的。这是他们的2块，他们的硬盘笼、硬盘盒吧，应该叫他们的硬盘架结构都做的都比较舒服，都比较方便啊。它两边都是有固定卡扣的，你不需要再拧螺丝了。现在你买的很多那种 DIY NAS，要么它没有硬盘架，要么呢就是它的硬盘架都是需要拧螺丝的。像这种快拆的会很舒服，很方便。这2个我都试过了，绿联的我还没试过，我先试一下绿联的。绿联的应该一样的，都是这里有个卡扣，拉就可以了，按住它往下拉，按住它往下拉，按住它往下推就可以了。然后你这边4个口子，1个2个，然后3个4个就可以对上你的硬盘就可以了。我拿一块硬盘给大家试一下。这个是绿联，然后这是一块标准的3.5英寸的硬盘，我给大家试一下。首先这样拉开完了之后，
它这个硬盘应该是这样对的，这样对的。看一下，对，没错，就是这样对的。这样，侧边这样，哎，这边先卡进去，先卡进去一边先 ，OK， 卡进去了，然后这边再卡进来 ，OK， 就已经很牢固了。当然我不敢真正这样去试哦，万一掉了我也麻烦。已经很牢固了，已经 OK 了，很方便啊。当然，极空间这一块也是很方便的。一般来讲，这种品牌 NAS 或者家用 NAS， 在这一块都是不会缩水的。在硬盘架这一块都是挺好用的，包括我之前用过的那个白群晖，我用过白群晖的 DS920加，都挺好用的。好，拿出来，小心点啊！大家在操作硬盘的时候都要小心点。然后呢，这是极空间的，再操作一下极空间的，极空间是一模一样的。那极空间这里没有一个操作手册，绿联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绿联是有一个操作手册的，所以说在细节方面来讲的话，也是绿联的会好了一点点。然后做工方面的话都差不多。然后绿联那里还有一个二维码，我不知道那个二维码是电子说明书还是怎样。然后极空间的话，极空间可能我要试一下啊，这里。有一点点可能，毕竟我这个是旧的啊，绿联是新的啊，大家别见怪。它的目前来看的话，绿联要比我这个会好一点，当然我这个是旧的啊，这个不去做苛刻啊，不去做苛责。然后也是这样，先对上 ，OK， 好，再对上，哎 ，OK 了，这已经好了一个，对，已经好了一个。好，这样盖上就可以了，直接这样放进去，哎就可以了。所以说这两个硬盘，这两个 NAS 的硬盘架都是 OK 的，都是做的不错的。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的一个内部结构，极空间的这个硬盘架有点卡了啊，当然我这个是旧的，大家还一定要清楚的记得这个点，我这个是旧的啊，我这个是用了半年多的。5个多月的，绿联的这个是全新的，刚到的，所以说这个在这个方面肯定是不能去做一个比较了，因为旧的比新的就是不合理，只能从它好，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这边如果进去的话是怎样的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 ？OK， 那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我把硬盘全部抽出来啊！抽出来的时候，大家千万要记得小心，千万要记得小心。还有一个点啊，抽出来的时候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1、2、3、4，它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就没写清楚了。1、2 ，OK， 你就刚刚我抽出来还要放进去啊，不然的话我就可能不记得这一块硬盘是哪一块盘了，到时候放上去如果没放对，可能就不好。因为我记得群晖的盘，黑群晖的盘，它是要进行一个那个的 ，OK。这个盘都是热乎的啊，刚拿出来的，2块16T， 1块16T， 2块8T。OK， 给大家再看看它们的内部结构啊，内部结构。这是，这是极空间的内部结构，其实都挺简单啊。这个导轨是吧？用来限制那个硬盘卡位的。那个硬盘架的，然后这是一个风扇，这个风扇我忘了它的规格尺寸啊，但都差不多。然后四周呢，这边是网孔，也有助于出风，也有助于散热，这边有助于侧面硬盘的一个通风散热。然后这里是SATA 的盘位，SATA 的那个接口，SATA 背板的一个接口，不知道支不支持 SAS 啊？按照接口是支持 SAS 的，但是它这个主板应该是不支持 SAS 的，家用的一般不会用 SAS。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绿联的，绿联其实也差不多啊，两个是。不是叫半斤八两啊，是差不多，差不多。你看这里也是一个这个，感觉他们的风扇都好像是同一个单位的啊。你看这里 fan 都是绿色的，然后3W 点什么 MMM 什么的啊，这个也是哦，他们的风扇可能是同一家。完了，绿联可能是跟极空间可能是一家，因为他们的背板也差不多，都长差不多。不过这种东西本身也都长差不多。就没什么好说的，它这里下面呢还有一个散热位，它这里下面还有一个散热，它这是应该是主板跟 CPU 的散热，它这有个铝块的，看到没？这个应该是主板跟这应该是主板的位置，它这个下面的话我就没有太看到了，它这里是有的
啊，这个不是很会用啊。OK， 它这里是有的，然后它这里的话好像是没有的，它这里好像是没有的，没看到它下面这个散热结构。OK， 这就是一个他们内部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再把视角转到它的，背面啊，把他们两个人的背面，底部应该叫，不能叫背面，应该叫底部。底部呢都看一下，底部呢一般都是装 M2 的位置，这是他们的脚垫啊，给大家拉远一点看，这也是我换到手机原因之一啊。你看，这是他们脚垫，4个脚垫肯定是这个更好啊，这个更高，然后缓冲更强，它这个就比较小，肯定是这个好，集空间呢会比它的好很多。然后呢，给大家再看一下他们的一个背面的一个装那个固态硬盘位置最不一样的地方啊，我可以找到我刚刚那个螺丝刀在哪里？螺丝刀呢？螺丝刀不知道被我放哪里去了啊！不要急，那就不管它，我拿一个别的螺丝刀，过来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这极空间啊，这极空间，来看一下极空间它的一个架构啊。这个要因为不是把它背朝天那个，这极空间也是这样拿出来。你看极空间，这是我这装了2块固态，然后一根那个内存条，这是自带的内存条，就是8GB 的。然后你看它这个结构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结构啊。然后你看一下绿联确实是做工还是好很多的，在细节方面的把控啊，细节方面的打磨啊，我觉得还是比极空间还是要强上那么一截的啊。这个好像太大了啊，不行。再拿过一个螺丝刀。完了，现在已经有点老了啊！刚刚放的螺丝刀就不知道放哪里去了。这里看到了，这里有个，这个应该不是原装的，但是可以用。看一下绿联的一个细节之处啊，看到没有？它是在往上弹，它为什么在往上弹呢？它为什么会在往上弹呢？问题来了，它为什么在往上弹呢？很简单，它这里加了一个，看到没？弹簧。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我给大家推近一点，它加了一个弹簧，这是我昨天很震惊的地方哦。它加了一个弹簧，看到没有？它加了一个弹簧，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屌。它屌的点就在于它可以不加，那我也没想到它会加，我也没想到这个地方能加，但是它加了一下子就让我就能够意识到它这里加弹簧的意义是什么，它加弹簧的目的是什么？很简单，加弹簧的目的就是在你拆下这2块板的时候，拆下这个背面这个板装固态以及装这个内存条的时候，这个东西不需要你抠出来。当然极空间的做法是在这里加一个小豁口，但它的做法一体性就很强，然后很舒服，这就是工业设计的魅力啊！这工业设计的魅力，这就是他们的一个背面的一个区别。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背面，我的感觉哈，它的背面要比它的背面要舒服，但可能是因为它们的功能分区不一样，但它的背面确实比它背面舒服。绿联的背面呢是很干净很整洁，然后加一个绿联 logo。它这里的背面呢就是很正常的一块主板的背板，类似于我们看显卡那种没有背板的显卡，它就直接裸在外面的那种显卡的背面，它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不丑，只不过它这个做工感觉会更好一点，因为大家都喜欢，比如说现在的背插主板，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隐藏线、隐藏走线，它这种就比较舒服。我也还行，当然这个不差，我都永远都是这句话，它不差。然后呢，它这个进深的话好像是要比这个进深要深那么一点点哦，所以它的刚刚那个散热垫就比较厚。还行，好，就这样。这是它的一个背面，两边都差不多，正面两边都差不多。
然后呢，先不把它装上，晚点再装上它。然后看一下它的一个背面接口的区别。这是背面，这是背面。其实背面都差不多，大家发现没有？它背面跟正面都长得差不多。这是极空间的背面，这是绿联的，这是绿联的背面，这是极空间的背面，背面都长得差不多。给大家看一下它们的接口究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给大家看看它的接口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绿联的接口，绿联接口呢，这里是一个 HDMI， 这个 USB 3.2， 两个 2.0， 两个 2.5G 的网口，这是一个重置按钮，这是它的12伏的一个 DC 电源。然后呢，这里呢是极空间的，也差不多，一个 HDMI， 然后一个电源，然后两个网口，然后这是一个 USB 2.0， 然后这是一个eSATA可以接拓展柜的，这是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可以接拓展柜。这样的话，你以后因为 NAS 大家是重要数据轻易不会换的，换了一下很麻烦，还容易丢失数据啊，不折腾一般都不会换。那它这里的话有个eSATA 接口，可以外接硬盘柜，就很方便，而且是满速的。应该我了解过一下它的接口，好像是能达到那个SATA 3.06GB 的速度的，所以说它这个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它后面的接口就少了很多，最重要的是少了什么呢？少了 USB 3.0 以上的接口。如果它有一个，它有且只有一个 USB 3.0 接口，而且还在正面的话呢，就相当于如果我要接硬盘柜，我要接任何就是跟硬盘盒或者说 USB 硬盘柜，我要接任何需要插高速 USB 设备的东西，它都只能够插在正面，那就相当于我永远都吊着一个瓶子在正面，我就觉得会很丑，吊着一根线在正面就会很丑。那就绿联呢，它在后面有一个，它前面也有一个，这样的话呢，你有一些不是热插拔的设备，比如说你一个USB 的硬盘盒，比如我就有一个绿联的 USB 硬盘盒，你就可以放在后面，它就很漂亮，就不会那个。然后如果你还想外接一些别的 USB 的设备，比如说 UPS 之类的，你看它就可以接在这里，也很不错。但是它呢只有一个 USB 2，然后它再加一个 USB 3，它有两个 USB 3再加两个 USB 2，是它的2倍。所以说它的接口方面的话，我觉得绿联是完胜于，无论是接口的数量，还是接口的质量，还是接口的位置合理性，都是完胜于极空间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个这个呢，这种美学的设计就另说啊。当然，我觉得绿联这个防尘网肯定是比它的好看的。首先功能性也讲，首先它是真正的一个磁吸的，所以它直接可以拿下来。然后呢，它磁吸也比较牢。然后呢，它这个美感也做的比较好。你看这里是，这第一是应该是金属结构，应该是铝啊或者什么的 ，UGREEN 做的很不错。它这个呢就是一个网，当然也不丑。然后呢，拆下来会比较麻烦，因为它两边你要同时用力，你才能把它拆下来，不然的话就有一边，你看现在这样一边卡住，这样这里一边卡住的情况，你要同时用力，或者说你弄下来一边之后再去弄另外一边。所以说它在工业设计上确实绿联会领先不少。你看要两边这样拆下来才行。工业设计合理性上确实是绿联领先不少，因为毕竟绿联也是做外设出身，不叫外设啊，就是那些第三方的一个设备，比如说充电宝啊、充电器啊、硬盘盒呀、硬盘柜呀，它是做这些东西出身的，所以它做工方面确实会比极空间好不少。当然，做工呢并不是决定大家买不买买某台 NAS 的一个完全的100%的决定性因素啊，一锤定音因素啊，但是呢，肯定是做工、外观，还有接口的质量，还有接口的数量、接口的合理性、位置合理性，肯定是大家在考虑买哪台 NAS， 特别是国用的家用的国产 NAS 买哪台的时候很考虑的一个点。我最考虑的点就是这个，因为我真的很久没有备份我的照片了。先不说极空间最近在出备份照片上出的那些事情啊，但是我确实很久没有备份我这个照片了，所以导致我这个照片就很难受，你知道吗？我就没法备份我就很难受，真的很久没有备份了，所以我这次也没有用相机拍，当然我也是尝试一下用手机拍。然后呢，这就是一整个极空间跟绿联的一个外观的一个对比，纯粹的是对比外观。因为绿联我是第一次用，第二次摸，昨天晚上摸第一次，因为昨天晚上去了线下，上个视频就是，然后呢，这是实在的，因为我以为它要好晚才能到，我就问一下线下，
他那边有没有现货，然后他也没有，然后等了一下，今天就突然看到信息说派送了，也是很兴奋啊。这就是绿联，然后呢也没啥，它这两个尺寸也都差不多，也没啥，就差不多也就这么多了。然后大家在选 NAS 的时候呢，本质上啊，你看再多的评测，说句实在话，都可能会踩雷。你比如说，斯波图关于绿联的一个发布会，对吧？给他站那么高的台，给他绿联铺天盖地的做那么多的宣发，哎，翻车了。然后极空间呢，大家看外网也是一片和谐，大家用的感觉也都很屌，都是国产 NAS 之光，是吧？但是呢，个中的酸楚，个中的难言之隐，只有你真正的用了极空间。当然，它那些利好的地方，它那些方面的地方，它那些优秀的地方，离极上测、极影视，然后还有它那个ZDR 双备份这些，确实也很优秀哈。但是它的优和劣也都只有你用过了，而且用了一段时间了，跟那些用户、跟那些官方接触过了，在内部的论坛看过了，你才知道。所以说多的也不用说太多，因为这些东西他不觉得好，他不觉得坏，他也不觉得好，他也不觉得坏。两个东西特别是这种国产的一个 NAS， 因为系统是完全不一样的，只能够说各取所需，大家看看自己看中哪个点，好吧？然后绿联的话，我会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一个测评。然后我要看一下我刚刚那个外包装的事情，京东该怎么给我解决它。好，目前就讲这么多。然后到时候呢，这个出测评，这个也会出测评，然后还有一个他们的对比评测应该也会出，当然都是后话了，能不能出得来也是另外一回事，好吧？好，就先这么样，也是30多分钟了，到时候这个视频的话应该不会剪，一次性放上去了。好，拜拜。